我给未婚妻捐了1颗肾。她康复后，我们便举行了婚礼。婚后第3年，她长了权，第一个拿我开刀。她说，当初我给她捐肾，是我家为了稳固我和她婚约的手段，还怪我让她失去了她的白月光，最终将我推下阳台，祭奠她死去的爱情。再次睁眼，我回到去医院配型时，我毫不犹豫选择回家，给她捐肾，做梦去吧。楚雨晴得了尿毒症，楚家膝下无子，只有这一个千金，偏偏这个千金还对经商颇有天赋，是楚家未来的接班人。所有人都对她寄予厚望，却没想到出了这么一档子事。满是刺鼻消毒水味道的医院走廊里，楚雨晴的妈妈已经哽咽的说不出话来，富态的身姿现在显得异常狼狈。她爸爸靠着墙沉默的吸着烟，眼眶红了一圈又一圈。大夫走过来后，所有人都围了上去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病情已经确定，很严重，需要立刻换肾。换，我们换。楚雨晴的妈妈像是抓住了最后一颗救命稻草，神情激动。大夫为难地说，肾源原本就匮乏，还需要配型等一系列的过程，如果干等，病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反过来，如果立即手术的话，估计也要长期通过透析续命。这话宛如晴天霹雳，楚雨晴的妈妈当即瘫倒在地。她爸爸相对冷静，对大夫说，我们是楚雨晴的父母，先给我们配型。跟我来。楼道马上安静了下来。看着几人远去的背影，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右手摸索到了后腰的位置上，眼睛逐渐放大，呼吸也急促了起来。我重生了。病房里各个仪器滴答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入我的耳膜，我抬起眸子，紧盯着面前这个 ICU 的大门，双唇不自觉地抿在了一起，牙齿紧贴。楚雨晴，你混蛋！我和楚雨晴是通过家族生意认识的，我们两家人有生意上的往来，还颇为紧密，所以胁迫定下了婚约。但我对她是一见钟情的，因为楚雨晴不光长得漂亮，性格还十分讨喜，有种邻家小女孩的感觉。虽然婚约不可违，但我没因为这层枷锁逼迫过她，而是全心全意地追她。就在我们认识的第3年，她被确诊为尿毒症，我当时坠入谷底，心疼得要死。好在我的肾跟她配型成功了，那时我几乎都没跟家里商量，迅速完成了移植手术。楚雨晴慢慢好了起来，我爸妈虽然怪我鲁莽，但看到楚雨晴康复了，后来也没说什么。我们2个出院的那天，楚雨晴托人送来了花，在不少医生和护士的见证下，主动向我求婚了。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，跑上去把楚雨晴拥在了怀里，接着如愿以偿的结婚。可是婚后我们并不幸福，楚雨晴经常跟我冷战，我甚至都不知道因为什么。那段时间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煎熬。后来有天晚上，楚雨晴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，她抱着我喊她初恋的名字，泪眼蒙蒙。那一刻我心碎得像玻璃碴，被迫充当了她一晚上的白月光。第2天早上，楚雨晴把这些事全都忘了，拿上包看都不看我一眼就准备走。我叫住她，问她是不是忘不了她的初恋。只因为我亲口喊出了她初恋的名字，楚雨晴对我发火了。那也是婚后第一次由冷战变成热战。她说我不配喊她初恋的名字，还说我现在就是个废物，连个男人都算不上。我苦笑着，眼睛被泪水浸湿。是的，我现在连点重活都干不了，甚至走路都要走一会儿歇一会儿，但我还不是为了救你吗？楚雨晴对我大吼，她说她知道我当时救了她，但以后能不能别提了，她不是已经嫁给我了吗？还想怎么样？我对她的爱，她当成了一场交易。经过这件事，楚雨晴不再掩饰对我的厌烦，她开始经常不回家，即便回家也只有一件事，醉醺醺地抱着我喊她白月光的名字。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经不起她这样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，跟楚雨晴提出了离婚。怎料楚雨晴居然冷漠地对我说，婚我是不会离的，我不想背负骂名。我像是被楚雨晴囚禁了起来，明明是我救了她的命。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，又几年后，楚雨晴掌权了，坐上了楚氏集团董事长的位置。她对我终于从囚禁变成了开刀，说她坐上高位后才看清楚一切，当初我给她捐肾，明明就是我们家为了稳固我们2个人的婚约耍的手段，是我毁了她一生的幸福。最终楚雨晴在一场大醉后，嚷嚷着要用我的死祭奠她的爱情，把我从10几楼的阳台推下，让我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悲惨屈辱的一生。大夫，是不是你们搞错了？我们是她的父母，怎么可能配型失败？亲生父母只敢说配型成功率高，但也不是100%的。太太，您冷静一点。我冷静不了，我不能没有雨晴，我们楚家也离不开雨晴。楚雨晴妈妈崩溃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擦了擦眼角溢出来的泪水，转身就走。在路过他们的时候，楚雨晴妈妈拦住了我，林子浩，你快去试试你的肾能不能匹配得上。大夫说医院里有你以前的血液标本，感觉成功率很高。他的语气甚至带着命令，和上辈子几乎无差别。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巫婆，要不是因为我们家有些势力，她才不会同意把楚雨晴嫁给我。后来即便结婚了，我在背地里也不止一次听她骂我是废物，还劝楚雨晴先忍耐一阵子，
等我们林家的余额用完之后，就把我给踹了。他似乎是忘记了，当初我把他最爱的女儿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感谢我的，差点下跪。常言道，瘸子恢复健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拐杖，果然是这样。我冷冷道：“对不起，阿姨，我是个男人，如果没了一颗肾，连未来老婆都瞧不上我，我怕被戴绿帽子，甚至被谋杀。”楚雨晴妈妈听得满头雾水。楚雨晴爸爸走上前：“子浩，雨晴是你的未婚妻，不就是你未来的老婆吗？我觉得你不应该见死不救。”楚雨晴爸爸是个深明大义的人，上辈子对我也不错，但就算是再来10个对我不错的人，也改变不了我的决定。我这颗肾就算是嘎掉扔了，也不给楚雨晴。对不起，我无能为力。林子浩，今天如果你不配行，你和雨晴的婚事就吹了。楚雨晴的妈妈直接翻脸，唾沫星子都喷在了我的脸上。我皱眉擦拭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谁还会要一个尿毒症患者？多谢你了，阿姨，就按你说的做。”离开医院，我直接开车回家。上辈子因为自己的固执，害我爸妈跟着操了不少心。虽然不知道在我死后，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悲伤到了什么程度，但有件事可以肯定，以楚雨晴的报复心理，我就算死了，他也不会放过林家。虽说我们家跟楚家有合作关系，但实力相差悬殊。包括今天这件事发生了，楚家的怒火应该很快就会转嫁到林家的身上。我得让我爸妈提前做好准备。开口第一句话，我就跟他们坦白了，要跟楚雨晴解除婚约。二老吓坏了，连忙问我怎么了。我把他生病的事情和要我捐肾的事情一起道了出来。他们沉默了，问我是不是真心喜欢楚雨晴。如果真心喜欢的话，他们会支持我。我坚定地摇头，喜欢。我现在巴不得他永远消失。看着我满脸憎恨的表情，我爸妈似懂非懂，默认了我的决定。当我问起会不会被楚家针对的时候，我爸笑着摇了摇头，放心吧儿子，充其量就是少一个合作伙伴，这件事你不用担心了。我爸永远都是我的定海神针，但同时我也不甘如此，毕竟两世为人，有好多未来发生的商业手段全在我的脑中，我可以借此稳固林家的地位。在我屁股还没坐热的时候，楚雨晴的父母来了，应该是觉得有求于人，他妈妈收起了那张凌厉的脸，用可怜和泪水狠狠包上了一层，带着几个仆人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了门。一进门就跟我妈妈哭诉楚雨晴的病情。楚雨晴爸爸跟我爸爸坐在旁边，落寞地吸着烟，叹息声不止。没过一会儿，楚雨晴妈妈直接切入正题：“亲家，医院里面来信了，说是子浩的肾源很有可能和雨晴配得上。我就是想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她就又哭了起来，绝望无助。我妈妈心肠软，也跟着红了眼眶，侧头看向我。我吻了吻鼻息，站了起来：“阿姨，我想我在医院的时候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但雨晴是你的未婚妻啊，你就忍心见死不救吗？”我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带着嘲讽的笑容：“阿姨，我们两个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，我爱楚雨晴不假，但是她爱我吗？在她的眼中，她一直是个受害者，是家族联姻的工具。你觉得我会冒那么大风险去救一个不爱我的人？”楚雨晴妈妈眼神有些闪躲。上一世我就清楚，对于楚雨晴的白月光，他们家里人全都知道，那是楚雨晴酒后跟我说的。原本他爸爸妈妈很喜欢她，但奈何顾及家族地位，没办法下嫁。包括这位独长丈母娘，上辈子甚至建议她女儿婚内劈腿，原因是怕我不会生，但生下来准备让我养，而且点名道姓打算让楚雨晴的白月光播种，这样万一以后林家倒了，楚雨晴跟我离婚，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让白月光入赘，生下来的孩子改成楚姓。多歹毒啊！我也是林家独子，为了救他女儿，不惜冒着断子绝孙的风险。而他那时候就已经打算断了林家香火了。子浩，雨晴的心智有些幼稚，他肯定能看到你对他的好的。阿姨相信你不会那么绝情的抛弃雨晴。呵呵，阿姨你不要道德绑架，我没那么善良。我冷笑连连。楚雨晴妈妈应该是看到了我的果决，有些坐不住了，刚准备站起来谴责我，楚雨晴的爸爸就打断了他：“行了，别说了，我问问子浩。子浩，雨晴之前确实有过一个男朋友，但是被我们拒绝了，我们可以肯定雨晴后来没跟他联系过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这点我不质疑。正因为不联系，所以婚后楚雨晴的怨气才会大得吓人。楚雨晴的爸爸接连又跟我说了好多，就差跪下来求我了。他上辈子对我真的不错，既然如此，我准备把欠他的还给他，给他个机会，让他死心。我当着他们郑重地说道：“我可以捐肾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，楚雨晴必须立刻跟我结婚。”好，我同意。楚雨晴妈妈兴奋地站了起来，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像是久旱逢甘露一样。我立即补充：“阿姨，这件事不是你同意就行的，我要楚雨晴亲口答应。”他肯定答应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自己都不自信。我冷笑一声，带他们去了医院。病房里，楚雨晴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，仪器滴答滴答的声音就像催命符一样，
让人心里听着都难受。她微微闭着眼睛，睫毛跟扇子一样。确实，楚雨晴美若天仙，即便现在沦落到了这种地步，也依旧掩盖不了她透露出来的美。但恐怕只有安静下来的她，才会让人觉得可爱，让人想去保护。一旦睁眼，对别人不知道，但对我的那种冷冽、冰寒刺骨。雨晴，我的女儿。楚雨晴的妈妈坐在床边，抚摸着楚雨晴的脸，泪如雨下。我爸妈见不了这些，红着眼睛把身转了过去。半晌，楚雨晴费力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微弱地问了一句：“妈，我还要住多久？”楚雨晴爸爸听了这句，转身捂住了嘴。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终于忍不住了，眼泪从他的指缝流下。我面无波澜，直接上前，因为我怕这个老巫婆耍什么手段，毕竟她跟她女儿心有灵犀，我不会给她任何机会。问楚雨晴，你得了一种病，现在只有我能救你，但救你的前提是你必须嫁给我，从今以后忘掉张强，你愿不愿意？张强就是他白月光的名字。见我问得这么直接，楚雨晴的妈妈果然慌了。不过楚雨晴的反应比她快，虽然虚弱，但生气的表情几乎是瞬间的，甚至几次想坐起来，看那样子好像准备对我大吼一样，跟上辈子真的挺像。你不配叫他的名字，你看连话术都没变。这就是我能如此淡定答应救楚雨晴的原因。上一世楚雨晴在病房里跟我求婚，完全是她觉得亏欠我，包括后来她也跟我说过，如果当时知道是我的肾源的话，宁愿死也不会换，所以才会有以后的那句捐肾就是我家的阴谋。看着还是如此倔强的楚雨晴，我笑得非常开心。可能这种笑容与 ICU 里沉重的气氛格格不入，但我就是忍不住，宁愿死都不换。上辈子我没忍心，这辈子绝对让你试一试。我当即转身，路过楚雨晴爸爸的时候，摊手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楚董，这我就没办法了。”我和爸妈回家了，他们也非常意外楚雨晴会说出这种话，说是现在才知道楚雨晴的为人。如果单纯是为了家族联姻，确实很荒唐。我笑而未语。结果当天晚上，我没想到楚雨晴的妈妈已经卑鄙到了要用舆论打压我的地步。她不知道从哪儿找的写手和水军，在网上刊登了一篇名为《女子急需换肾，未婚夫置之不理》的文章。文章写得太煽情了，楚雨晴可怜至极，写我的时候猪狗不如。评论里一股脑的全是骂我的声音，我甚至都被人肉了，家庭住址都被爆了出来。我爸妈急得火烧眉毛，他们也没想到楚家的做事风格这么卑劣，反倒我这个当事人却稳如泰山，不断刷着最新的评论，比看笑话还开心。直至这篇文章登上热搜引发轰动的时候，我不紧不慢地发了一条声明，同时把今天探视楚雨晴偷偷拍的视频传了上去。这下这件事更爆炸了，风口360度急转，开始炮轰楚家，说他们做人没底线，颠倒黑白，说女主实在是不要脸，有了未婚夫还想着初恋，不捐肾是对的，捐给这种白眼狼还不如嘎掉扔了。因为事件反转的太快，吃瓜群众把以前对我的怨恨双倍返还给了楚家，直接导致楚家的生意受到了影响，而我被冤枉的受害者受到了超多的恩惠，大批合作商寻求合作，赚妈了。后来传言楚雨晴做了手术，割掉了那颗病得比较厉害的肾，以后要靠透析续命。我心如止水，只顾着工作，他怎么样我已经无所谓了。在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半年后，商场里楚雨晴裹着一个臃肿的羽绒服在跟一个男人逛街，她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眼睛浮肿，面色苍白，已没有了当年的风采，不过脸上却是露着笑容，满是幸福的样子。能猜出来陪她逛街的应该就是张强吧，长得确实挺精神，但眼神迷离，仿佛心事重重的。和楚雨晴苦思一生的人，看来不怎么喜欢她现在的样子。我本打算绕开走的，楚雨晴却故意死死拉着白月光的手，朝我走了过来。到了跟前，昂起了她那张骄傲但已丑陋无比的脸，对我说：“林子浩，没想到还能看见你这个卑鄙的人，是吗？此话怎讲？趁我重病，想拿换肾威胁我跟你结婚，结果我不肯。你又把这件事发到互联网上，让我们楚家遭受到了重创。”楚雨晴眼露寒光，我冷笑道：“我知道你肾有问题，但没想到脑子也有问题。还有你这双眼睛，不瞎吧？那天的文章后来没看吗？罢了，看在你生病的份上，如果你想聊点别的，我还可以抽时间陪你唠一会。如果是这件事，你大可跟你的白月光聊聊，我想他应该是个聪明人。”我有意无意地瞥了张强一眼，张强挺胸抬头，挡在了楚雨晴的前面。“林子浩，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，没有错，错的是你们家族联姻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一切顺利，我们两个马上就要结婚了。那感情好，到时候别忘了通知我，我给你们包个大红包。”“用不着你的红包。”楚雨晴和张强并肩而立，挎住了他的胳膊，含情脉脉地看着张强，紧接着对我说：“
张强的肾源已经跟我匹配成功了，马上他就会分一个肾给我。林子浩，我知道现在林家产业被你打理得不错，但是等我康复，我保证让你体会到什么叫降维打击。换肾，死不错，上一世我记得非常清楚，楚雨晴的病不是一般的严重，要不是第一时间换上了我的肾，以后连活命都难，更别提康复。这都过去半年了，他居然还幻想着自己能完好如初，真是牛。那我就预祝你一切顺利了。我走了以后，看到张强好像跟楚雨晴说了什么，楚雨晴听完后非常不高兴，跟张强吵了起来，感觉各怀鬼胎，各有千秋。这句话在不久后就得到了验证。我一个不错的朋友跟我说，前阵子张强跟楚雨晴求婚了，楚雨晴直接答应，但他的意思是等自己康复了以后再结婚。可张强不同意，他要先拿结婚证，然后再手术。傻子都能看出来张强的意思，准是怕手术完后楚雨晴不要他呗。后来楚雨晴应该是跟家里人商量了，可以先拿结婚证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楚雨晴的妈妈在背地里又搞起了小动作，给楚雨晴做了婚前财产公证。结果张强也不是个善茬，居然料到会有这一手，托人去查清后，当时就不干了，直接摊牌换肾可以，要价1000万，而且当即表示只要答应他的要求，可以不跟楚雨晴结婚。我当时就觉得张强不是个善茬，他多聪明，知道自己入不了楚家的法眼，无非是惦记着他那颗肾。如果不要点钱，以后还分不到家产，那不就完犊子了。至于楚雨晴，凭现在这个模样，张强估计早就变心了，爱是假的，钱是真的。朋友跟我说，这件事已经在城内富豪圈传得沸沸扬扬了，大家都指责楚家做事太不讲究，尤其是楚雨晴有点自作孽不可活的味道，说当初我林子浩起码还想用换肾逼迫他跟自己结婚，说明有爱有情，只是手段不太光明。可楚雨晴这下好了，错过了换肾的最佳时机不说，自己喜欢的人结果不喜欢自己，到头来还是一场交易。当然了，以楚家的实力，1000万就是毛毛雨，答应了张强。可他们没有想到，换完肾后，楚雨晴发生了很严重的排斥反应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。再加上他对张强的感情专一，在得知张强拿到钱后，还没等完全恢复好就拍屁股走人的时候，数次哭到晕厥，医院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书。朋友跟我把这些事讲完，唏嘘不已，说那个张强几乎没怎么爱过他，有很多都是楚雨晴一厢情愿的。说完，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答案。我陷入了简单的回忆当中。在我追求楚雨晴那段时间，几乎是看不到笑脸的。我对他越好，他对我越冷漠。当时想的还是简单，以为爱情这东西就像热水，再怎么凉的石头，只要我水的温度一直保持，它总会被捂热吧。有一次，楚雨晴上班期间闹胃病了，那是他第一次想到我的存在。在接到楚雨晴的消息后，我不顾自己感冒无力的身体，拔掉点滴的管子，开车就跑去了他们公司，抱着他上车送到了医院。就跟玄学似的，明明连路都不想走，只想在床上躺着，但楚雨晴一说话，我就跟打了激素一样，浑身是力气，心里还得意呢，以为我们两个的感情更进一步了。然而在我跑完急诊的事项，满头大汗回到病房的时候，楚雨晴直接就跟变了个人一样，又爱搭不理了。不理就不理吧，一直不理的话还能让自己知难而退，但只要我超过3天不给他发消息，楚雨晴马上会反过来发给我，然后你立刻回他的时候就又没信了。现在想想是真 TM 搞笑，合着楚雨晴练的是帝王术？哦，不对，准确来说叫调教术比较合适，真真切切的把舔狗玩弄在他的股掌之间，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，这句话是一点都不假。有些人啊，就是件轻易得到的东西不要，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所以爱一个人不管有多深，永远留4成爱自己，否则你连自己都不爱，谁又会在乎你？我浅浅而谈。朋友笑着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时光匆匆，又过了半年，我下班照常回家，发现别墅门口的路灯下站着一个孤独的影子，身体微微靠着路灯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一样。我大概猜出来是谁了。楚雨晴转过身，骨瘦如柴，满脸病态。林子浩，我能不能去你家坐坐？我没有说话，打开房门，楚雨晴颤颤巍巍地走了进去。我爸妈今天不在家，如果他们在家的话，我不会让楚雨晴进来，因为他们心太软了。沏了一杯热咖啡放在了桌子上，我坐在楚雨晴的对面看着她。楚雨晴用2只手端着杯子，眼泪突然夺眶而出。我靠在沙发上，不屑地说道：如果你今天来是为了博取我的同情，那大可不必。不是，我不是想让你同情我，林子浩，我今天来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当初在 ICU 病房里，你要我嫁给你，是爱而不得的理由，还是稳固我们婚约的手段？哼，我冷笑一声，现在问这些还重要吗？重要，我活不了多久了。这个问题自张强走了以后一直困扰着我，我必须得到答案。楚雨晴语气激动，
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。我摇头笑他无知，反问：没了你看林家有什么影响吗？我林子浩用得着非你不娶吗？需要稳固婚约吗？楚雨晴重重地把头垂了下去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进咖啡里。她哽咽着：我妈跟我说，开始你死活都不愿意给我换肾，是他们求了你很久，你才到医院的。既然你爱我，当初又为何那样做？楚雨晴这话就像是揭我的伤疤一样，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上一世婚后的种种悲惨经历。现在看她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开心、激动、亢奋，情不自禁地咬紧了牙关，眼睛死死盯着楚雨晴，一字一句道：因为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给你换肾了，你重获新生，但我却坠入了地狱，你忘不了你的初恋男友，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阴谋，对我进行了长达3年的折磨，最终将我推下阳台，害我性命。楚雨晴被我的眼神和语气吓到了，我的嘴角微微扬了起来。楚雨晴，你说当初如果我换肾给你，那个梦会成真吗？楚雨晴沉默了，我笑得更加放肆，到最后直接笑出声，所以我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。今天你来，不也证明了你对我一直都是猜测，一直没有爱过我？因为前男友的抛弃，你差点伤心死亡。假如抛弃你的人是我，现在估计着你会开心到忘乎所以，正跟张强畅聊人生的吧？但他张强起码有1000万可以拿，我呢，不光要拿掉1颗肾，还得死在你手里。你说这种事我会做吗？那都是你想的，现实肯定不会像那样。我承认是我妈误导我。楚雨晴哭诉着解释。我抬抬手打断了她的话，别提你妈了，你这条命就是你妈害的。上辈子虽然楚雨晴不爱我，但是3观也没歪到那个程度，要不是他妈时不常的给她洗脑，结局还不一定会怎么样呢。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，我感觉顿时又轻松了不少。怕楚雨晴在这里留的时间过长，出现什么差池怪在我的身上，我托人给她送了回去。第二天，楚雨晴的爸妈又来了，把我爸妈也从公司里喊了回来，兴师动众的。我下楼的时候刚巧看见这一幕，楚雨晴的爸妈瘦了好几圈，面色沧桑，别说气质，连精神都没有了。子浩，你过来一下，雨晴爸妈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我假装乖巧的坐在了沙发上，他们2个直接开门见山，想让我再尝试救楚雨晴，说已经在国外给她找了一家顶尖的肾病医院，现在就差肾源了。这话我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，不耐烦的摇了摇头。怎料我爸来到了我的跟前，纠结了一会，对我说：子浩，还记得爸跟你说过，爸刚创业那会被骗得负债累累，带着你妈流浪街头吗？这件事我不止一次听我爸提起过，后来好像是有一个房东免费给我爸妈提供了一个住的地方，还给我爸找了份工作，才慢慢度过难关，逐渐起家的。那个房东一直没露过面，但我爸可记了他一辈子。看着我爸的眼神，我皱起了眉头。为什么突然要跟我说这个？难道那个好心的房东是楚雨晴的爸妈？楚雨晴的爸爸这时候开口了，自责不已：孩子，这件事连你阿姨都不知道，我本来不打算拿这件事逼你帮忙的，但雨晴是我们楚家的支柱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还是不同意的话，我楚天全绝不会怪你。楚雨晴的爸爸使劲低着头，好像这种话在他嘴里说出来很丢脸的样子。如果他想的话，明明在医院那天就可以要求我。子浩，我妈来到了我的跟前，我抬抬手，妈，不用说了，我林子浩虽然嫉恶如仇，但也懂知恩图报。我爸妈在创业失败那会儿，说句难听的话，在街上跟猫狗抢过时，差点饿死。如果没有他，也就没有林家，没有我。子浩，我替雨晴谢谢你，阿姨给你跪下了。楚雨晴妈妈激动地跪在地上，我爸妈连忙给她搀扶了起来。她说，万一雨晴康复了，阿姨亲手筹备你们的婚礼。不必了，阿姨，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救楚雨晴有一个条件，彻底断掉林楚2家的婚约。他们听了我的话，都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可能觉得上次在病房的时候，我还拿这个条件威胁过楚雨晴跟我结婚的吧。我没有解释，也无需解释。第二天，我和楚雨晴登上了飞往外国的飞机。手术出奇的顺利，我捐给她的肾就跟她自己长出来的一样，甚至都没有排斥。术后没多久，我就自己先回国休养了，留楚雨晴一个人在外国。我深知男人没了一个肾有多难，所以积极的做康复、做保养。可能是我这个人心太善，得到了上天的眷顾，也可能是相对于上辈子没有什么烦心的事，我恢复的特别好，只要不干太重的体力活，几乎没影响。仅仅半年，我就重新回到了公司。1年后，林家的产业上市了，我爸退居2线，我成了新任董事长。一次会议结束后，楚雨晴来到了我的公司。从外国回来后，我一直都没关注过她，倒是我爸妈时不时就会跟我说她的最新状况。现在面色红润，透析掉的头发也都重新长出来了，整个人健健康康的，和巅峰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差别。子浩，楚雨晴小鸟依人，有些扭捏的来到了我的跟前。公司的同事们都往这边看，我把她带到了办公室。有事吗？
子浩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谈不上谢谢，是你爸爸积德，那是我应该做的。楚雨晴点了点头，紧接着又使劲摇头。我好希望你捐肾，是因为还爱我。子浩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们结婚吧。别开玩笑了。我立即反驳，问他，当初救你的唯一条件，你妈没告诉你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明明是爱我的。楚雨晴急迫地看着我。我指了指墙上的钟表，都是过去式了。不是过去式，那是一个圆周，指针还会回到原来的地方，时间会回去吗？我反问。楚雨晴捏着手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其实也夹杂着一点心虚。毕竟在 ICU 的时候，他宁死也要跟初恋结婚，甚至不许我喊他初恋的名字，这些他肯定忘不了。我实在懒得看他这张脸，转身就走。楚雨晴突然站起来对我说，子浩，以前是我傻，没把真正爱我的人放在眼里，但我现在重活一次，什么都懂了。你可以不原谅我，但是也剥夺不了我追你的权利。随你。扔下一句话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你重活一次，我是重活一世，就算你真的懂了，抱歉没用，因为以前的我死了。自康复的第一次会面后，楚雨晴开始疯狂追求我，送花送饭，嘘寒问暖，甚至在我生日那天给我准备了一大捧鲜花和一辆限量版跑车，在公园里当着不少人的面，手拿一个喇叭，不顾形象地跟我告白，向我道歉，最后更是单膝跪了下来，像男人求婚一样跟我求婚。我承认他准备得很全面，也够真诚，可以确定他现在真的爱上我了，但我偏偏不会满足他，非但没有答应他的求婚，还反手握住了另外一个姑娘的手。我抓住的这个不是我的挡箭牌，确实是我新的女友苏木。苏木是我上大学时的学妹，我在国外手术恢复的那段时间偶遇了她，她一直照顾我，后来更是为我放弃了大好前程，跟我回国了。我没跟苏木讲过楚雨晴的事情，故意骗她自己是得了肾病，所以切掉了一个。我没有在她的眼中见到任何鄙视，充斥着的全是关爱和担心。回国后我才坦白了一切，苏木的性格单纯开朗活泼，没有那么多心机，甚至有些小幼稚。他只是觉得惊讶，跟听故事一样，并没有多问什么。我在公园里所有吃瓜群众震惊的目光下，郑重地整理了一下领带，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打开来看，里面放着一枚独一无二的带有卡通图案的钻戒。苏木，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陪我度过，我希望你能像这个卡通人物一样，永远单纯的幸福。当然了，我希望这个幸福是我给你的。我单膝跪下，将戒指高高举起，苏木，嫁给我吧。同一时间，无数只彩色气球腾空飞起，浪漫的场面让无数男生女生尖叫。苏木捂着嘴，激动地落泪。他点点头，伸出右手。我把戒指给他戴上后，他赶紧把我扶起来，用力抱住了我。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楚雨晴落寞、孤独、伤心地看着我们，泪流不止。半个月后，我和苏木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婚礼现场的角落，楚雨晴大杯大杯地给自己灌酒，已经成了泪人。我救了她，也亲手杀了她。